注意看，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匆忙地逃跑着，谁知脚一滑摔倒在地，她连忙检查怀中的孩子。这时国王和女巫追上女人，让她交出即将诅咒国家灭亡的孩子。原来女巫推算出在不久的将来，国家会因为女孩的诅咒走上灭亡。得知消息的王后为了保护女儿，连夜逃出了宫，却还是被抓住，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国王看着自己的女儿有些不忍，随后只是命人将她关押起来。女巫看出了国王的犹豫，不断地刺激着国王，国王也逐渐被女巫蛊惑，生出了杀意。王后见状，只能不断地哀求国王饶恕。下一秒，国王就让人将孩子扔下悬崖，年幼的孩子就这样被舍弃，不知道还有没有活下去的机会。已经杀红眼的国王见一旁哭闹不止的王后，当即就对着他来了一刀，随后连忙带人逃离了现场。挨刀的王后只能不断地祈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去。随后女人就因为失血过度去世了。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跳入水中，将刚才的婴儿救了出来。到了晚上，宫女和丈夫在一处山洞内取火生卵，小婴儿可能是受了风寒，一直没有苏醒。两人都觉得这项婴儿恐怕是要殒命。不过没过多久，细微的啼哭声从怀中传来，小婴儿渐渐睁开了浓眉大眼。见状，两人都开心地乐了起来。就这样，小婴儿成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在20年之后长大的女孩取名为晨曦，生得十分标致。渤海国果然如预言中一样凛冽。在历史当中，晨曦一直生活在中原地区，经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商贸团。可就在这天，麻烦找上了门，来了一个武将，看中了晨曦的美貌，想要将她纳为妾室。晨曦根本就不愿意，奈何武将在本地势力非常大，他也不敢惹，所以谎自己已经和一个高丽来的男子定了亲。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从将军的院，武将可没听说过这个事。结果晨曦回答15天之后就会举办婚礼。听到这番话，武将告诉他15天之后会派人来参加婚礼。可已经过了10多天，都没有找到合适成亲的人。晨曦只能在大街上一个人的找，但仍旧一无所获。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了过来。晨曦被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弹。突然，陌生男子从旁边出现，将晨曦推开。看你没事吧？这个男子的口音正是高丽人，还长得英俊帅气。很快，晨曦就看到了救命稻草。他尾随男人一起来了一家酒店，经过一番仔细的查看，确定这个男人为人正直和蔼，实在是适合跟自己成亲。我的新郎。说完，女孩指着男人，可晨曦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穿着的男人是高丽国的王子。在不久之前，高丽王被人刺杀，身中剧毒。为了抓到贼人，王子和侍卫一路跟踪刺客来搜寻下落，这才到了这个地方。很快，女人就开始行动。她把喝醉的男人从大街上绑了回来，再布置好新婚新房，穿上雍容华贵的红色嫁衣，开出高价黄金，请求对方娶自己，请你和我成亲。男人一脸懵逼，以为自己遇到了女流氓，于是骂骂咧咧起身就要离开。晨曦赶紧将他拦住，恳求一定要行好，不娶自己的话，之后就会有男人要纳自己为妻。男人根本就不信这套说辞，可刚想要离开，武将就走了过来。还好晨曦眼疾手快，把新郎服装给男人披上。一看武将进来看，两人确实有一腿。这男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晨曦没撒谎，于是开始了英雄救美，甚至还越演越得劲。他一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逼迫女人干什么事，所以一把搂住晨曦，宣示自己的主权。武将即使再喜欢晨曦，看到别人已是一对鸳鸯，肯定也只能罢休，不再拆散。何况两人看起来确实挺恩爱，所以就取消了内妾的信。不过武将表示自己一定会留下来，到时候见证两人的婚礼。本以为几句口舌帮了忙就行了，结果没想到现在还真要拜堂成亲。新郎一脸不情不愿的样子，晨曦赶紧劝诫对方，来都来了，能不能有点诚意？可时间不凑巧，婚礼还没结束就下起了暴雨。为了不让晨曦淋雨，男人脱下了外套举在两人头顶。一向都对谁有畏惧之心的晨曦有一些感动，这一瞬间他感觉到安全感爆棚，无比安心。因为门外的宾客都还没有离开，所以两人只能做戏做全套。到了晚上，已经很累的晨曦把头一靠，在男人肩膀上睡了过去。看着这样柔弱又美貌的女人，阿昭的心也有些触动。阿昭的身世也非常凄惨，他也跟晨曦一样，从小就被视为不祥的象征。他的身边不断有人因阿昭而死掉。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把自己视为污秽的一般蠢，父亲为了保护自己，才将自己送去出宫外。不久前被召回，结果就在那天，父亲遭到了刺杀。自己这种只会给别人带来灾难的人，居然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人的依靠。但两人形同陌路，阿昭把晨曦放在床上，自己便独自起身准备离开，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到阿昭脱掉婚服，竟悄悄离去，晨曦却醒了过来。他追上对方，告诉他谢谢你成为我的新郎。在临走之前，晨曦把自己的一枚护身符交给了阿昭，
阿昭拿在手上转身离去，这样一场梦幻一般的相遇就此结束。到最后，两人居然连对方的名字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在这之后，阿昭跟自己的侍卫会合，在前不久，侍卫已经发现了刺客的踪迹，两人合力将其制服，终于拿到了解药。但回到自己国家之后，还是晚了一步。高丽王已经身体中的剧毒已经毒入骨髓，自知迟日没有剩多久的高丽王想让儿子跟豪族联婚，巩固王权。面对父亲的最后一眼，阿昭还是哭着同意了。没过多久，天空下起大雨，两人正式成为了一对王室夫妻。这是一场王族与王族内部的联婚，新娘嫁贵为豪族，但她同样也是高丽王的子女。在结婚仪式上，阿昭心里想的全都是前不久那场像梦却又让他难忘的婚礼。在另一边，陈曦也带着自己的商贸团队来到高丽。他来的目的除了做生意之外，还要寻找自己那据说还在人世间的母亲。还有一点原因，为了寻找前不久跟自己拜过堂的男人。没过多久，高丽王驾鹤西去，继位的是阿昭的哥哥。阿昭接手了父亲留下的秘密暗卫。这些团队是为了抑制地方扩展，当然也是为了寻找刺杀自己父亲的罪魁祸首。这一找就是5年。在5年之后，两人居然再次相遇，但两人就如同陌路人一般擦肩而过。巧就巧在阿昭的同父异母弟弟王旭在这一天看到在河边的陈曦动了心，瞧着美貌的外貌，很快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女孩。不过这美貌的外貌并不是吸引他的至关条件，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女孩长得跟自己的旧相识有7、8分相似。就在这个时候，女孩伸出手想要采集在石头上的野花，结果一不小心摔倒，眼看就要倒在地上，来个与土地嘴对嘴，男人恰好赶到将其救了下来。女孩很快站起身来行礼感谢对方。王旭感到非常好奇，明明没有暴露身份，为什么女孩还知道自己是王族？女孩笑了笑回答，因为男人衣服上的图案是王旭才能配。王旭听完之后感叹女孩的心思巧妙，和自己那位就像是性格也很相像。王旭把陈曦送到住所，因为看着陈曦想起故人，于是开始说起自己的过往。原来他和一个女孩曾经很相爱，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女孩被迫嫁给了先王，也就是自己的父亲。可嫁进王宫没多久，女孩就郁郁而终。陈曦听完之后，觉得这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也没有多想什么。但王旭却坚信，眼前陈曦的出现肯定就是老天给自己的补偿，也有可能是那位女孩灵魂再次找到了自己。已经失去过一次挚爱的王旭，此刻做了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会找回属于我的一切。陈曦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祝福对方得偿所愿。王旭想的就是称王，想要拿到国家的权利，他就离不开姐姐的帮助。一直想要扶持弟弟坐上王位的姐姐，来振兴家族。听到弟弟此刻的想法之后，姐姐倍感欣慰，自己谋划那么多年，对方终于肯一起实现。跟姐姐告别之后，碰巧就遇上了阿昭，这人是他的姐夫，也是同父异母的哥。两人之间对话针锋对决，看出来关系并不好。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就想离开，但他们永远想不到，今后居然会因为一个女人开始激烈的王位夺夺。到了第2天，阿昭跟自己的部下交流一番之后，在大街上无所事事的散步，这就是他平时所表现出来的模样。与此同时，陈曦打扮成了一副男人的样子，想要寻找有关自己母亲的线索。两人在人群中相遇，对视了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唤醒。陈曦一眼就认出了阿昭。不过阿昭没有把他认出来，毕竟当时结婚的时候，陈曦一直都蒙着面纱，也看不出来真实面目。陈曦立即上前搭话，而阿昭也做戏做全套，表现出了一副二流子的样子。在这之后，两人来到酒楼喝酒。这位帅哥，你叫什么名字啊？陈曦伸出手碰碰对方脸蛋，显然是一副已经喝麻了的模样。牛，那你呢？叫啥名字？我叫开封，来自开封的开封。等到两人酒都醒得差不多的时候，陈曦想要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但阿昭却提前几句说自己已经成亲，还成亲过2回。陈曦一脸震惊，真的已经有老婆了吗？怎么你也想成亲吗？陈曦立马回答，我可是成过亲的，虽然只是成功1回亲，也不知道算不算真的。到了晚上，陈曦把喝个烂醉的阿昭安顿下来之后，便转身离开。既然对方都已经成亲了，那自己也就应该斩断这份思念。可他在梦回首的时候，却看到了对方身上的那个护身符。原来对方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看着自己曾经跟自己成过亲的新郎，如今却一副落落魄魄像乞丐一副样子。陈曦动了恻隐之心，他准备把阿昭留在自己的商贸团几天，让他学习一些技能，以便日后改善生活。阿昭没有拒绝，他感觉跟这个叫开封的家伙很合得来。两人经过那么一些日子的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但扮男人哪有那么轻易假扮？很快，阿昭就发现自己好兄弟好像是个女人。这好兄弟不仅皮肤细腻，长得好看，浓眉大眼的，而且总是不经意间会做出一些很女性化的动作。为了探寻好兄弟到底是男是女，阿昭偷偷跟着对方一起进了浴室。
戳了一个洞之后，发现自己好兄弟果真是个好兄弟，但是事实却不是他想的那样。原来是晨曦在之前找了一个男人在洗澡，阿昭看到的也就是那个男人。再后来，他们假扮想要进皇宫，看到晨曦穿女装的样子也没有。起因是因为晨曦说想参观宫里的书库，阿昭自告奋勇要带他一起去，不过前提是要先找2套宫里人的衣服做伪装。等晨曦换上宫女衣服的时候，阿昭愣在了原地，自己好兄弟长得也太亭亭玉立了，这眉毛的可儿看得阿昭眼睛都瞪直了。但他随即反应过来，自己好兄弟可是带把的，虽然很确定对方是男人，但自己为什么还是感觉到了心跳加速？奇怪，实在是太奇怪了。阿昭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怎么能对好兄弟动心呢？阿昭成功的将晨曦带到了王宫书库，而他自己则是悄悄来拜见王上。王上见正好也有急事要找阿昭。自从他担任王之后，朝政一直都被丞相保护，自己就像个傀儡一般任人驱使。白天朝会的时候，丞相突然联合所有朝臣说要举行王子比武大会，王上瞬间明白，他们这是要找出一个更适合当王的人，把自己赶下台。因为根据先王所定的规矩，比武大会的胜出者才有资格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王上对此忧愁不已，因为自己的兄弟对王位的执着已是虎视眈眈，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阿昭。阿昭表示自己一定竭尽所能赢得比武大赛的冠军。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母亲太后来被视为灾星的阿昭一直不受到重视，甚至是被人物厌恶。你出现在王宫就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怎么还敢进王宫？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现在立马从我眼前消失！阿昭听到这些数落的话，已经习以为常，没有说什么，便独自默默离去。他失魂落魄地从王宫里出来，却看到了一直在夜色中等待他晨曦。这一刻，阿昭内心无比温暖。对方急急忙忙的样子，看样子是在数落，其实一直在担心自己。这样从未受过别人关照的阿昭，感觉很温暖。很多人对我发火，让我心如刀割，但你不一样，为什么你对我发火，却感觉到那么温暖？说完这句话，阿昭搂住对方，在旁边的王旭目睹了一切。他立马将这个女扮男装的晨曦认了出来，不过没有当场拆穿，而是暗暗下决定，反正以后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到时候再拿回来也不迟。王子比武大会很快就开始，这是王旭和姐姐还有丞相一起联合谋划的。他们令人在暗中给王上平时审阅的书本里下了毒，很快就到了比武大会。在那么些年来，所有人都认为阿昭是个废柴，但是在真正的比武大会上，却没有再隐藏自己实力。实打实的战胜了所有熊，很快就赢得了冠军。一直很厌恶这个儿子的太后也刮目相看，一旁的丞相把一把宝剑交给了阿昭，这代表他将会是下一任王位继承人。但阿昭却恭恭敬敬的把宝剑献给了国王，请他用这把剑带领国家走向富强。旁边的展现连连感觉到在打自己的脸。在看台围观的小程见识到这个男人如此厉害，内心震惊不已。自己曾经的新郎，如今的冠军竟然是王族。而晨曦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次比武大会，所有王族的衣服全都由他们的商贸团队提供，所以才将商贸团的头领请了过来。但国王却不是为了感谢他们，而是为了取他们性命。在国王看来，这个贸易团的首领和丞相是一伙的，杀丞相自己可能办不到，但杀一个小小的晨曦绝对是能办到的。他想以此发泄内心的怒火。在晚上的庆功宴上，就让人把晨曦带了上来。在宴会上，晨曦跟阿昭对视一眼，内心都有了答案。国王起身，开始对眼前这个弱女子难堪。他让晨曦测试一下，谁会是下一任的国王？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不管是回答谁都会得罪人。晨曦却非常聪明，他说以王为姓，名字中含有天意的人。所有王子的名字全都符合这个特征，这也是唯一一个保险的答案。国王虽然想让对方犯错，但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也只能就此作罢，放过对方一马。到了晚上，王旭见到了阿昭，他输掉比我，内心非常不甘心，想让阿昭把晨曦让给自己，但由于这么些天的相处，这怎么能让阿昭拱手相让？王旭坏笑起来，王兄，你和当年的父王真像，我一定要让晨曦亲自扑到我怀里。到了第二天，阿昭拿着2枚戒指来到了才贸团，他悄悄躲在了晨曦的房间里，但晨曦进来的时候却满眼悲伤，很快就流出眼泪。原来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一个消息，那就是高丽王室规定，王子的第一场婚姻必须是国王指定的国婚，如果私下成亲，那2人都是死罪。小生此刻才明白，当年那个男人离开的时候，跟自己说的那句忘了一切是什么意思。在旁边的阿昭哪知道那些，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晨曦会突然如此伤心。晨曦突然自言自语道：“从今天起都要全都忘了。”他从柜子里翻衣服，这是2人当年结婚的婚服。他要把这唯一的念想烧掉，彻底将记忆中那件事给抹除。阿昭在旁边立马认出了那套婚服，他突然明白，原来眼前的好兄弟晨曦就是那个来自开封的新娘。
突然也明白了为什么陈曦会如此悲伤。他想安慰对方，但也没有办法。开封啊，你背后藏了什么东西？是很久以前的旧物，正准备扔掉。阿昭走上前去，满脸笑容盯着对方，但他内心却极度伤心，心里默默想着：你也发现了吗？如果一旦有人发现我们俩一起结过婚，就会将我们置于死地。阿昭微笑着的用兄弟的身份抱了抱对方，告诉对方，就算扔掉旧物，也不会让那份回忆就此消失。回忆是用来埋藏在心底的。不过危险很快就到来。阿昭的妻子从陈曦的身上发现了一块玉，他愣了一下，因为同样的东西也出现在了阿昭的身上。这东西显然一人一半，证明两人关系绝对不对劲。他看着对方脸上的表情，心中猜到了所有，但还是把玉还给对方，不动声色转身离去。可到了晚上，女人就让自己的手下去调查女孩的底细。很快，花魁趁着女孩的朋友来寻欢作乐的时候，从她的嘴里套出了一些话，结果问出了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陈曦在5年前和一个男人成亲过，而那个男人就是当今国王弟弟阿昭。得知这个消息的如愿心中非常生气，血压飙升。虽然王子娶妻纳妾是常事，但自己可是名门贵族，而且按照规定，第一桩婚事绝对不能私自举办，否则就是国婚罪，肯定是会论罪当斩的。第二天，如渊把陈曦带来了自己府上，虽然表面上和蔼可亲，不过还是暗示对方，国法已经有规定，王子私下成婚就是死罪。陈曦被吓得一颤抖，对方继续说道：想要我替你遮盖这件事，那肯定就要请你帮我办点事。小声回答自己会拒绝与阿昭之间的一切来往。如渊见对方是个明白人，也没多说什么。虽然已经有了把柄落入王妃手中，但陈曦也不是泛泛之辈。他注意到对方所戴的手镯上面镶嵌的宝石非常高贵。回到自己家中，他就翻起了虎脊，随即便发现这是一种特别的石头，再遇到白风草的毒药就会变成幽蓝色。在之前在皇宫宴会上，他就发现国王状态有些不对劲，眼看着就像是心智迷失的前兆。而这种毒的前期作用就是让人迷失心智，但后期则是会取人性命。陈曦心里很快就明白，看来是有人想要害皇上。很快，陈曦就想办法找到了阿昭，把国王可能会中毒身亡的事告诉对方，但并没有说出凶手是谁。阿昭听完不敢不注意，很快就让人检查了国王身边的一切物品，果然在宣纸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粉末。陈曦拿到王昭名人送来的粉末之后，立马用宝石做了检验，很快就发现上面的宝石变成了黑色。看来书上所记载的果然是正确的。得到了线索，他很快就找到了如渊，在去之前把染了毒的石头戴在手上，告诉对方要做一场交易，自己不会将如渊给国王下毒的事揭发出去，但是自己和阿昭之前成亲的事，也希望如渊要烂在心中，守口如瓶，而且还必须要让对方拿出毒药解药。虽然如云心里愤恨不已，晚上，他同意了和陈曦做这场交易。他打开屋子里的暗格，却发现解药不见了。很快，他就找来了弟弟王旭。王旭没有否认他要当国王，而且还想要得到陈曦，所以自己早就把唯一的解药偷偷拿走了。不但如此，他还彻底投入了丞相的旗下。现在只需要国王毒发身亡，一切就会成功。到时候自己要坐上国王的地位，简直易如反掌。就算是丞相把自己当作傀儡，那也是王。与此同时，由于王旭把解药拿走，国王没有解药，神志越来越不清醒。他整天都握着自己的宝剑，不愿意撒手，就怕有人夺走自己的王位。就连同样亲兄弟的阿昭，都成了想要夺取他皇位的人。阿昭感到很无奈，所以再次找到了陈曦，问他有没有解毒的办法。但是等了好几天，也没有得到陈曦的回复。最后，陈曦告诉阿昭，要想解毒，就还得找到下毒的人，而那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阿昭非常震惊，随即回到家里。妻子见他找到自己，也非常明白事情发生了什么，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解药只有一份，但不在自己手里。至于她所做的一切，其实全都是为了阿昭。她知道丈夫一直都在藏着自己的实力，当初下毒就是为了跟丞相联合，表面上是跟弟弟王旭联合，其实都是为了阿昭。阿昭坐上王位，自己才能是王后爷，才能拥有最高权势。但是情却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现在东窗事发，自己也只能阐述真相。阿昭听完缓缓起身，虽然两人没有感情，但再怎么说也是结过婚的人，所以并不为难对方。阿昭告诉对方，开封的那场婚礼和国王下毒的事，互相知道就好，绝对埋藏在心里，不要再乱讲，一切重新来过就好。在这之后，阿昭在祠堂约见了王旭，他猜到了解药应该就在跟自己姐姐联手的王旭手上。他想要弟弟离开丞相的贼船，还告知对方父亲当年其实并非病逝，而是被毒杀。他一直怀疑丞相就是幕后黑手，但王旭执念太深，一直想要当皇上，什么听不进去，更不承认自己手中有解药。就算我知道泻药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的。王旭刚想转身就走，却被阿昭叫住：“你这小子，还是给父亲问个好再走吧。”
随后阿昭找到了下属，商议要怎么办。眼看国王已经快要领盒饭，他决定必须加快自己的步伐。现在的丞相已经代替国王，就差直接坐在王位上枪王了。扳倒丞相最有力的办法，还得是找到他谋害先王的证据。前不久他去拜访丞相的时候，发现大厅后面有一间密室，那间密室里面可能就有他们一直寻找的任务。所以到了晚上，阿昭带上之前父亲给自己留下的安慰，在外面接应，自己则孤身一人前往宰相府。果不其然，在大厅后面有间很大的密室，他随即翻找起来，功夫不负有人心，终于在这里找到一个锦囊。但出去的时候还是被人发现，经过一番厮杀，终于顺利逃脱。发现东西被盗走的丞相非常生气，王旭询问到底是什么东西，丞相没有隐瞒，他想借此试探对方对自己是否忠心，于是就说那是一块一分为5的青铜镜，当年他和豪族联手谋害亲王，为了防止有人背叛，所以就做了这个东西。5块镜子分别刻着他们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杀帝护卫国，杀掉帝王，以此来掌控这个国家才是他们的目的。到第二天，细心的阿昭发现了秘密。阿昭把找到的那块碎片用火燃烧烘烤，紧接着丢入沸水中。神奇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它正面居然写着一个杀字。在这之后，男人又继续把其余4块一一重复照做，很快5个大字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丞相谋害他父王的证据。而他的妻子目睹了这一切，晚上他便拿出来了重新制作的解药，但这个解药并不能治根，有几味材料高丽国根本就没有，所以只能缓解。想要真正解毒，还得需要王旭交出来。随即阿昭便带着解药和青铜镜找到了国王，等明天上朝的时候跟丞相对峙。但他不知道，今天白天丞相恰逢有中原故友来访，然而这个人就是当初想要带陈曦为妻的武将。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武将顺带提起了商贸团，又顺口提起了当年自己想要纳对方为妻的往事。结果丞相无意中知道，原来陈曦跟别人成过亲。王旭心中怒火被点燃，他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是新郎的人。他带着武将前去指认，结果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那个人就是王旭。王旭也意识到这是必死罪，但是为了保护陈曦，他愿意付出一切。他让武将不要告诉其他人，而武将却回答自己毛头小利，可不能堵住自己的嘴。阿昭只能回答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对方，但武将是个贪心人，在这边同意了陈曦，但转头就把事情告诉了丞相。到了第二天，阿昭跟往常一样进入朝廷，他已做好万全准备，现下就等着给丞相杀个措手不及。但丞相已经找到了陈曦跟他结过婚的事实。这个时候国王走了进来，丞相不慌不忙地退下王座，但他做的准备还不止一样。当自己跟王上见面的时候，把自己袖口里的东西给对方看，王上瞬间脸色大变，因为当年他能够继承王位，全都是因为签了一份协议。丞相帮他除掉长兄，他登基之后为丞相当牛做马，为了表示信任，丞相当场就把协议烧掉了。但殊不知那东西其实早就被丞相料包。眼看自己的老底被翻出来，皇上顿时乱了心智，甚至病情再度复发，差点站不住脚。阿昭哪知道这些事，他将自己的哥哥扶到龙椅上坐下，率先把丞相谋害先皇的罪行说了出来，直接把之前找到的青铜镜给国王看。但国王却选择视而不见，他不敢治丞相的罪，不然当初自己谋害兄弟的事也会被一起激发出来。见握在阿昭手上的把柄已经不好使，丞相立即就将阿昭私下跟陈曦成亲的罪名说了出来。没过多久，就有人把陈曦押了过来，旁边的武将也立马站出来替丞相说话，很快证实了所谓的事实。这时候的阿昭和陈曦都没有办法反驳，但中毒的国王一脸神志不清，丞相直接越俎代庖，让人将这2人押入大牢。到了明天中午就会立即审讯，到时候就是杀头之日。在这之后，王旭找到丞相，丞相告诫对方，想要登上王位，就必须抛弃陈曦，不为情所困，不然终究不能成大人。但看着王旭的表情，丞相心中或许已经有了自己新的打算。在监狱里的2人相视而笑，互相道了一句对不起。陈曦为当初绑架阿昭给自己成亲感到后悔，如果不是那件事，也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而阿昭的对不起是自己能力不足，没能保护好陈曦。听好我的话，丞相并不清楚开封那场婚礼的内幕，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相信那场婚礼是假的。为了不被起义，现在2人必须要装成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虽然这是唯一能够保全2人的办法，但那实在是太过残忍。在这之后，太后见了阿昭，阿昭让母亲帮自己带个话，想要跟王旭见一面。见到王旭之后，王旭直接给弟弟跪了下来，他可以死，但自己的陈曦不能。王旭一番纠结之后，在王位和陈曦之间做出了抉择。到了晚上，王旭带着解药找到国王。第二天在审讯场上，丞相正想跟2人定罪，国王直接神清气爽地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堆商贸团的人。
他没有直接审讯陈曦，而是和丞相来到一个房间内，做了一个交易和自己的协议书。跟下毒两者相比，就此翻篇。今天的审讯，各自凭本事。审讯正式开始，女方的亲人都纷纷作证。当初那场婚礼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一切都是假的。但丞相却不依不饶，如果是假的，就必须要拿出证据来。一张嘴巴光说又能代表什么？一旁的王旭想了一会，内心做出一个决定：开封的那场婚礼，世家婚礼，他们两位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才茂团的陈曦如今正在谈婚论嫁，当如果真有此事，我怎么会不知道？丞相有些生气，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紧接着，王旭冲皇上喊道：“请赐予我和才茂团陈曦的婚礼。”丞相见状不妙，故意刺激阿昭：“难道就要这样看着心爱的人投向别人的怀抱，最后跟别人结婚吗？”阿昭顿时瘫坐在椅子上。但为了陈曦和自己活命，这是两人唯一的机会。陈曦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女人虽然内心如刀绞，但还是说出了这句话。丞相不依不饶，打算继续追问，毕竟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就算是假的，也算是做过席，所以惩罚就把阿昭送到西京。为了保住阿昭，虽然皇上不愿意，但只能照做。他立马同意了这条惩罚，也准备给王旭和陈曦落实澄清这件事。尘埃落定，镜头一转，来到丞相府。今天被王旭耍了一通的丞相想明白了一点，扶持傀儡做皇帝根本就行不通，于是让儿子赶回来，准备调动兵马伺机谋反，当然也要伺机除掉王昭。在几天之后，阿昭要前往西京，路过了才茂团，他看到陈曦穿着宫里送来的婚服，内心五味杂陈，走到未来的夫君王旭面前。王旭问他不想出去看看阿昭吗？陈曦却只是回答：“你若满意，就选这件衣服。”明明得到了自己一直失败的陈曦，但不知道为什么，王旭的心里就是高兴不起来。另一边，刚抵达西京的阿昭就遭到了刺杀，不过还好他实力过硬，再加上有父亲给自己留下的安慰保护，所以很快就顺利脱身。在暗中观察了一阵之后，阿昭发现丞相居然在西京养了大量兵马，这件事肯定有隐情。他随即就潜入了丞相儿子的房间，找到了两人的书信来往，从中可以发现丞相想要伺机谋反。在这之后，他接连几天都观察到西京的百姓生活如同炼狱，饿得饿死，渴得渴死。与此同时，陈曦跟王旭的婚礼即将举行，王旭终于想通了一切，与其看着自己深爱的女人留在身边受苦，还不如选择放手。他告诉陈曦自己要离开了，离开都城去看看这大千世，可能才是自己的梦想。我因为你的存在再次拥有了感情，在你的人生中出现过我这样一个男子，还希望你能记住，这样对于我而言就是足够的补偿了。没过多久，阿昭马不停蹄地赶回都城，立马告知王上城想要谋反的消息。王上听完露出了一个笑容，他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事情会发展成这样，随即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阿昭。靠着蒙害兄长上位的自己，再怎么说也不配每天坐在冰冷的王座上，感觉到的只有痛苦和沉重。他也明白自己当了那么一些时候的王上，确实没有才华。阿昭听完之后百般推脱，臣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位置，但王上的态度坚决，这是王命。到了晚上，阿昭来到城外，原来是很多遭到丞相压迫的人被他带了回来，他准备跟丞相决一死战。很快战争便一触即发，阿昭劝说对方束手就擒，丞相那边叛变的人多了起来，局势立马被扭转，最后丞相终于败下阵来。在这之后，阿昭找到陈曦，想要为当年那场婚礼画上句号，但陈曦却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在王宫继续生活，而是准备离开高丽，前往西域，继续去寻找据说还在人世间的母亲。阿昭想要挽留，但也没有办法。陈曦告诉对方不用这样，或许某一天自己就会回来，等到时间流逝之后再一次相逢，我们应该聊些什么吗？问候一声就行，你过得可好？再一次相逢甚是欣喜。没过多久，陈曦就带着护卫离开了高丽国，还把贸易团留给了当年救下他的养父母达理。与此同时，阿昭在所有人见证下登上了王位，他的妻子如愿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宝座。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终于再相见。对不起，来这里我花了太久的时间。他们终于在鲜花盛开的山野上相遇。